自从力量大会上一刀干碎了破坏神卫美的贝吉特，算是彻底膨胀了。破坏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天天感叹无敌是多么寂寞。这天，比鲁斯终于看不下去了。 他点名要跟贝吉特干一架，今天必须分个高下。贝吉特还搁那装好人，老猫，算了吧，我这双极翼还不熟练，万一没收住手，伤到你多不好。比鲁斯当场破防，气得直哆嗦，瞧不起谁呢？维斯，给我锁定地球，我现在就去把它炸成烟花。贝吉特无奈叹气，只能陪着老猫活动活动筋骨。 打了足足5分钟，比鲁斯气喘吁吁，却连贝吉特的一根毛都没碰到。比鲁斯彻底破防了，他死死盯着贝吉特，让我看看你的双极翼到底有多能打，不然我现在就把地球抹除。贝吉特叹了口气，行吧，那就稍微动点真格的。 下一秒，贝吉特变身双极翼形态，比鲁斯狂喜到了极点，让我看看双极翼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比鲁斯双手高举，一颗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能量球在他头顶成型，这玩意儿砸下去，半个宇宙都得瞬间重启。说完，就将这一击狠狠砸向贝吉特。贝吉特淡定地打了个哈欠，右手指间萦绕起双极翼光芒。 在贝吉特的计算里，这能量刚好能把破坏球抵消。然而，他低估了自己的战力。光束撞上破坏球的瞬间，引发巨大的爆炸。比鲁斯连一句遗言都没交代，就被轰成了渣渣。东剑王神突然感觉身体一轻，直接原地蒸发，神明共生机制触发，破坏神一死，界王神直接强行注销。 视线切回战场，烟雾散去。贝吉特还想装个杯，嘲讽比鲁斯是不是被打得夹着尾巴逃跑了。低头一看，发现维斯还在下面杵着。贝吉特直接起脸输出：“你家猫主子去哪喝盆盆奶了？”维斯稳面无表情的来了一句绝杀：“别找了，你把他给秒了。”贝吉特觉得维斯在忽悠，别闹了。A， 你要是真死老板了，能这么淡定？维斯顺手往旁边一指，不信自己看。顺着维斯的手指，地上赫然只剩半拉烧焦的猫爪。 贝吉特瞬间破防，肠子都悔青了。维斯，快用时间回流救场啊！维斯冷冷吐出4个字：木已成舟。说完，直接闪现跑路，留下贝吉特在风中凌乱。紧接着，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剩下11个宇宙的破坏神全员登场，直接把贝吉特包了饺子。尤其是托珀和相帕，那眼神恨不得生吞了这猴子。托珀原地爆炸，杀了魏美德大人，又杀了比鲁斯。今天你插翅难飞。相帕也怒吼着要让凶手伏法。 根本不给狡辩的机会。11位破坏神齐刷刷抬手，一发合体版高浓度破坏能量球瞬间砸脸。狂妄的贝吉特在这毁天灭地的能量球里被电得嗷嗷惨叫，毫无还手之力。就在他以为要交代在这里时，眼前一黑，扑通一声，像条死狗一样砸在拳王殿的地板上。暗处的维斯嘀咕道：“大神官大人发飙了，你小子自求多福吧。”贝吉特瘫在地上，双膝发软，疯狂咳血，还天真的以为神明放过他了。贝吉特抬头一看，平时萌萌哒的阿全现在冷得像个杀神。贝吉特还想凑上去套近乎，阿全，听我解释，这都是误会。刚走2步，拳王保镖瞬移起脸，一拳极其残暴地轰碎他的胃部。贝吉特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跪地狂吐鲜血，太快了，强得离谱，我连残影都没看清。他还想忍痛求拳王听他解释，大神官彻底怒了，化作极其迅猛的残影绕后，一记完美手刀直接给他物理静音。贝吉特被打回原形，当场昏死过去。
大神官居高临下，脸黑的一批。之前就警告过你，杀破坏神是大罪。过几天拳王大人亲自发落，这几天你就老老实实在这给我烂着吧。画面一转，黑灯瞎火中传来一声绝望的惨叫：“放我出去！”只见满身是血的贝吉特被粗壮的铁链子五花大绑，吊在半空中，四肢和脖子被死死勒住，要多惨有多惨。贝吉特杀了比鲁斯，被关在小黑屋里，当成狗一样拴了整整10年。刚被关进去那几周，心里还寻思着能有奇迹发生，总觉得能靠主角光环丝血反杀，逃出升天。他在那里一边死命的挣扎，一边愤怒的咒骂，却发现这破铁链死死压制住了他的气，让他根本无法爆种，甚至只能无奈的呼喊拳王放了他。可2个月过去后，无情的现实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天降正义，极度的绝望让这位最强战士掉下了眼泪。此时的他只想求个速死，可残酷的是，这条铁链自带诡异的魔法，连死都不让他死得痛快。哪怕已经好几周没有干饭，没有喝水，身体也完全没有任何感觉，这显然是一种强行给他续命，死死维持着合体状态的恶心魔法。在彻底认命之后，他直接闭上了双眼，开启了挂机模式，镜头一转，切进了贝吉特的精神世界。贝吉塔气急败坏地寻找逃跑的方法，结果悟空不仅毫无对策，还一脸无辜地摊手，天真的表示自己原以为和拳王是拜把子好兄弟，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这话直接让贝吉塔当场血压飙升，他疯狂开喷，痛骂悟空脑子进水，竟然把全宇宙的扛把子当朋友。毕竟上次拳王可是反手就把未来特兰克斯的宇宙给扬成了灰。贝吉塔崩溃的吐槽：“我宁愿下地狱吃土，也不想跟你关在一个屋，陈烂你非要搞什么合体的烂活。”面对贝吉塔火力全开的贴脸输出，悟空还在没心没肺的笑：“咱们哪有别的路选？要是不合体，早就被比鲁斯大人给强制下线了。现在好歹还能盼着哪天刑满释放，回家吃顿好的。”悟空话锋一转，严肃起来：“再说了，我敢打包票，就是因为你那破自我极意功熟练度不够，咱们才一不留神把比鲁斯给秒了。要是换我的自在极意功代打，稳稳当当，屁事没有。”カカロット、これはお前のせいだ。俺の我が身の極意はもう完璧だ。お前はウィスの後ろについて、身が勝手の悔いもわからない。悟空扑哧一声乐了：“不好意思啊，贝吉塔，可能你真说对了。但既然出不去，咱们不如趁这个时间把双极意练到满级。”话音刚落，悟空眼神瞬间变冷，无缝切换到了完美自在极意功。他当场下战书：“热身完毕了吗？贝吉塔，你做梦都想打这一场吧？就咱俩，谁留守谁是孙子。”お前の地惚れた顔が好きだ、カカロット。这俩疯子在贝吉特的意识里就这么不停不休地互殴了整整10年，直接把贝吉特的战力刷到了无法想象的神仙段位。就在这时，黑暗中亮起一个传送门，贝吉特还以为自己脑子瓦特出现幻觉了呢。下一秒，维斯从门里走了出来，贝吉特彻底绷不住了，10年的委屈化作咆哮。本当に君か！どこにいたんだ？今さら来るなんて！维斯也是满脸哀伤，我知道你现在最不想听我说这些，但看到你如今的惨状，我真的深感抱歉。贝吉特死死盯着他，等着下文，可维斯却陷入了沉默。这阵沉默彻底点燃了贝吉特的怒火。ただの言い訳だけか！無実で10年も閉じ込められた！社債で自由を返せるのか！イルスオに殺したわけじゃない！当時何も言わず俺が壊されるを見たのか！面对贝吉特的怒火，维斯无奈地表示，这10年间他不仅多次向大神官求情无果，甚至发疯般的在宇宙中寻找超级龙珠，也没能凑齐复活比鲁斯的希望。
当贝吉特质问维斯为何不用时间倒流时，维斯苦涩地解释道：“破坏神一死，他的神力也随之被封印，一切发生的太快，他根本来不及阻止。”听到这，绝望的贝吉特苦笑着自嘲，问维斯是不是来请他当下一任破坏神的。维斯却告诉他，如果他当年是光明正大的击败比鲁斯大人，确实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破坏神，但在拳王和大神官眼里，他这种场外谋杀就是绝对的背叛，必须受到严惩。还有，只要贝吉特愿意摘下耳环，随时都能变回悟空和贝吉塔。贝吉特彻底心死，质问维斯今天到底来干嘛。突然，维斯收起了笑容，神情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我今天是来释放你的。贝吉特直接傻眼了，啥意思？怎么放？维斯道出了残忍的真相。新任破坏神上任后，那群神明变得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他们将贝吉特永远囚禁，不过是为了杀鸡儆猴。但就在最近，他们竟然摧毁了我无比珍视的东西。所以，就算这份工作我不干了，我也要救你出去，彻底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而且这一次不需要时间倒流。贝吉特彻底懵了，你到底在说啥？维斯转过身，深情而决绝地注视着他。君が受けた苦しみに堕落に謝る。だから天使をやめても君を救い個々を変える。今回は時間を巻き戻さない。凡人に干渉すれば消されるのは分かってる。1000年守った誰より愛してる。正しい子する気だ。従うだけじゃない。话音刚落，维斯体内爆发出耀眼的神力，瞬间将束缚贝吉特的锁链震成粉末。10年了，贝吉特终于重获自由。然而他刚一落地，双腿便虚弱的一软，跪在地上剧烈的咳出一大口血。他猛地抬起头，却看到维斯依然保持着微笑，身体却正在化作点点星光，随风消散。贝吉特崩溃地狂砸着地面。就在这时，眼角余光一扫，他发现维斯竟然将天使法杖留了下来。贝吉特挣扎着爬起身，一把紧紧握住法杖，嘴角勾起一抹悲怆的笑。贝吉特握紧维斯留下的法杖，在悲怆中重燃斗志。他高举法杖，大吼一声：“带我去地球！”法杖瞬间化作一道流光，带着他穿梭星际。然而，当他落地的一瞬间，他彻底懵了，四周除了死寂与黑暗的宇宙真空，什么也没有。贝吉特闭上眼，想用瞬间移动捕捉气息，但连地球都感觉不到了。突然，他发现远处悬浮的一颗破败小行星。不对啊，地球的月亮还在那里。那是当年被比克摧毁后，神仙又重新恢复的月亮，可地球却凭空消失了。他不死心地将感知扩张到极限，却发现连辛纳美克星也不见了踪影。就在这一刻，贝吉特瞳孔骤缩，脑海中猛地劈破维斯临死前的那句话：“他们摧毁了我无比珍视的东西。”贝吉特恍然大悟，无尽的悲凉瞬间化作毁天灭地的狂怒，在他胸腔中彻底炸裂。我をマルトのゴイスミスを巻いてきなさい。シェアルたまたまでこんちゃんやった。なぜだ？一体なぜだ？贝吉特痛苦地抱住头，赛亚人最原始、最狂暴的怒火彻底爆发，迸发出超越10年前巅峰状态的恐怖力量。奴らを殺してやる。一人残らず皆死にしてやる。今日この日から七羽の神も生きて逃がさない。随着这声震撼宇宙的怒吼，弑神者纠集贝吉特，于此刻正式降生，诸神的黄昏降临了。贝吉特被大神官关进小黑屋整整10年，出来后直接立下血誓，要屠尽多元宇宙的每一个神。他一把握住旁边的维斯法杖，法杖一亮，画面切到地球。11位破坏神竟在地球集结了。这些高高在上的神站在地球上，满脸嘲讽和狰狞。6宇宙相怕一脸阴险，直跟托珀拱火。托珀也是个暴脾气，满脸不屑的大骂：“ビルスは役立つだ。言うことを聞ないサイヤ人を今まで生かしておくなんてとっくに消すべきだった。”就在这时，悟饭、雅木茶、克林和比克察觉到了能量波动，化作4道光芒冲了过来。面对降临的众神，悟饭还在傻乎乎的打听贝吉特的下落。现场一片死寂，神明们像看蝼蚁一样盯着他们。克林吓得直哆嗦，感觉情况极其不妙。比克也是冷汗直流，预感大难临头。这时，8宇宙的利吉尔站了出来。ただの凡人が神に問いただすなど。右のベイツが大衆のビルスを倒し。聖剣決を受けたのだ。悟饭彻底崩溃了，他怒吼起来：“父を殺したのか？ドラゴンボールで助けられないのか？父を返せ！”托珀在一旁看戏，冷笑着让利吉尔速战速决，清理垃圾。利吉尔一个瞬移贴脸，速度快到悟饭根本看不清动作。利奎尔嘴里搓了个巨大的破坏能量弹，直接呼了上去。可怜的悟饭连个技能都没放。
就在极度惊恐中化为了虚无。比克悲痛欲绝，绝望地嘶吼着悟饭的名字。克林还没哭完，胸口就传来剧痛。他到死都没明白，为啥偏偏是自己被狙。开弓的正是二宇宙海勒斯，他在那洋洋得意地吹嘘自己的完美一击。比克赶紧喊雅木茶放太阳拳，准备拼死一搏。结果一转头被奎格拉、西达拉、朗姆西包围，比克赶紧回头呼救。雅木茶因为害怕，直接脚底抹油开溜了。三大破坏神齐声怒吼，4发巨大的能量弹同时轰下，比克在哀嚎中惨遭抹除。地球顶尖战力覆灭后，波珀凝聚了一发超大号破坏弹，招呼所有破坏神一起动手，彻底抹除这个的星球，为比鲁斯复仇。11道破坏能量同时击中地球。整个地球开始消散，所有生灵尽数惨死。在法杖里看完这一切的贝吉特彻底疯了，他流着血泪，绝望怒吼，发誓要让这群恶魔血债血偿。下一秒，贝吉特利用天使法杖传送到了利吉尔的老巢。天使科恩察觉到了危险，并警告利吉尔。利吉尔还在自大地疑惑这个宇宙谁能威胁到自己。下一秒，贝吉特帅气的出现，贝吉特把法杖往地上一插，随后他全力爆气，地面轰然开裂，复仇之战正式打响。利吉尔还没反应过来，贝吉特一个瞬移贴近，一拳直接干碎了利吉尔的脸。許さない。神の実力を見せてやる。この程度か。神は弱すぎる。贝吉特冷笑一声，反手掏出弑神之刃能量剑，冲向漫天能量弹，在枪林弹雨中极限闪避，瞬间出现在利吉尔身后。利吉尔僵在原地，满脸震惊地念叨着：“是神者！”画面一阵天旋地转，利吉尔的狐狸头直接滚落一旁，被一刀秒杀，身首异处。贝吉特看着无头尸体，你连1分钟都撑不住，就这实力也配称神明？随后他凝聚出一发破坏能量弹，冷漠地宣判利吉尔连来世都不配拥有。砰的一声，尸体和头颅彻底抹除。就在贝吉特准备带着法杖去干下一个神时，天使科恩站了出来。他警告贝吉特，凡人掌控天使法杖去复仇是亵渎天使的身份。他让贝吉特放下屠刀。そうか、実力があるなら止めてみろ。天使科恩怒斥贝吉特，别以为能秒了比鲁斯和利奎尔就天下无敌了。天使科恩搬出拳王和大神官施压，怒斥贝吉特使用的是山寨自在极意功。科恩高高在上的命令贝吉特交出维斯的法杖，别再败坏天使的名声。度胸があるなら自分で取り来い。ついでにお前の言う精神症の苦手の極意を見せてみろ。科恩看着陷入癫狂的贝吉特，吓得冷汗直流，刚想回去报信，就被弑神之刃捅了个透心凉。科恩一边吐血一边质问贝吉特到底在干啥。贝吉特浑身冒着黑电，笑得比反派还邪恶。这就是我要的效果，我就是要让你们这帮高高在上的神明以后再也不敢惹我。贝吉特揭穿了众神的老底，比鲁斯死后没一个神敢出来平事，就是因为他们怂了。贝吉特把憋了10年的苦水全倒了出来，神明夺走了他的家人、朋友，甚至家园，而科恩作为旁观者一样是罪人。贝吉特表示，科恩根本不配当维斯的哥哥，只有维斯心怀正义，敢把他从牢房里捞出来。科恩听完三观碎了一地，大喊：维斯不可能违规干涉凡人，肯定是贝吉特搞偷袭杀了他。贝吉特说出真相，维斯可是真懂自在极意功的大神，怎么可能被偷袭？维斯为了让他活下去，阻止众神，主动献祭了自己。贝吉特阴间一笑，不力一合，你现在神力尽失，现在该轮到你化灰了。科恩彻底慌了，只能搬出大神官来压人，杀天使会引来灭顶之灾。贝吉特狂傲到了极点。つまりお前らを倒せばあの2人の交尾にいる小さいやつが直接出てくるってわけか。最高だ。雑魚狩りは飽きた。本物の男同士の勝負がしたいんだ。狩りの時間過ぎた。無になろう。话音刚落，贝吉特光速拔剑一顿乱砍，科恩被切成了人体拼图。紧接着，贝吉特搓出一发超大号破坏能量波，把科恩的每一个细胞连同法杖一起养得干干净净，彻底抹除。随后，贝吉特对法杖冷冷地下达指令：带我去找下一个神明。紧接着一个瞬移，消失在原地，开启了下一场残暴的猎杀时刻。桑奇义贝吉特刚宰完利吉尔和科伦，直接瞬移到一颗邪门星球。
这地方荒的一批，放眼望去全是巨型金字塔和成片棕榈树。贝吉特没闭着眼感知气息，に枯れていようと必ず見つけ出してやる。せめ手応えがあって俺の準備運動くらいになってくればいい。顿时贝吉特脸色大变，天上铺天盖地飘着无数灌满破坏能量的死亡箭石。黑剑瞬间扎穿贝吉特的身体，破坏能量往身体里猛灌，剧痛瞬間炸开。贝吉特意识逐渐模糊，他撑不住跪倒在地，他紧咬着苦苦支撑。地球の唐揚を打つんだ。神を一人倒しただけじゃ足りない。就在他濒死之际，海勒斯带着天使萨瓦慢悠悠现身了，两人居高临下，跟看垂死垃圾似的，脸上全是得意的贱笑。天使萨瓦当场吹爆。すごいヘレス様。この神ロシって高虎に強いと噂になっていたのに、まさか木の方が一気に叩きのめしちゃうなんて。海勒斯轻笑一声，当たり前だ。私こそ史上最強の女の破壊神だ。美貌に知、そして戦闘力、どれも完璧に揃っているわ。俺に使られるのは三女国運だぞ。俩人慢悠悠走到瘫倒在地的贝吉特跟前，海勒斯笑得玩味。仕える破壊神ビルスを裏切るとは、いい度胸だな。ついに私の手に落ちたわ。ずいぶん長らく手を動かしていなかった今日はお前で存分に楽しませてもらうわ。说完，他直接蹲下来，按住贝吉特肩膀上深嵌的剑，把玩似的停了几秒，然后猛地一把硬生生拔了出来。贝吉特顿时发出惨叫，钻心的疼过后，贝吉特直接懵了，这娘们儿居然伸出长长的舌头，变态的舔舐剑尖上的血，一脸享受到极致的表情。たまらないわ。強気な奴らが打ち狩れる姿が大好きなのよ。小ゴミ、もうすぐ破壊で消されるぞ。怖いか？昔のリールやビルスと同じように魂が抜けちゃったんだろ。贝吉特咬牙切齿吐出3个字：“你真恶心。”海勒斯笑得前仰后合。アリのような虫けらが私をキモいなんて言う資格あるの？覚えておけ。神の目から見ればお前なんてへでもない。贝吉特神色满是绝望，可他脑子里全是那一幕。一支破坏之箭精准射向克林，他缓缓抬头，声音带着刺骨的寒意：“この矢で俺の一番大切な友達を殺したんだな。”海勒斯一脸蒙圈，我用这剑解决过的杂碎多了去了，谁会记住一个地球人？遗言就这，纯属浪费时间。就这一句话，直接给贝吉特干醒了。他周身爆发出灼热的气息，气场直接掀翻全场。一旁的天使萨瓦直接吓傻了，啥情况？他几分钟前就该被抹除了，怎么还能站起来？この悪魔め！お前の手で死んだ全員の仇を討つ！他体内的箭矢瞬间被狂暴的气息震成粉末，毁灭之力席卷全身。海勒斯彻底被吓破胆，连连后退，脸色惨白，声音都在发抖。私の破壊の矢が効かないだなんて。下一秒，贝吉特瞬移到他面前，拳头裹挟着毁灭之力狠狠轰出。海勒斯浑身僵硬，内心崩溃呐喊：“这力量，这速度，我根本挡不住！”天使萨瓦眼中闪过决绝的狠戾，萨瓦周身瞬间燃起蓝色的自在极意功气息。就算违背天使准则，我也不能看着海勒斯大人死在这种杂碎手里，大不了事后跟老爹请罪。话音未落，他瞬间冲出去，凭借自在极意功的超高速，精准挡在贝吉特身前。下一秒，萨瓦直接石化在原地，贝吉特瞬间变身双极意形态，他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笑。この技がお前だけだと思うな、天使ちゃんが。萨瓦不信邪，抡起天使权杖就狠狠砸向贝吉特。可贝吉特只是轻轻侧身，轻轻松松躲开。贝吉特眼神冰冷，该去陪你弟弟科伦了。他反手掏出弑神之刃，刀身泛着漆黑的毁灭寒光，出刀速度快到肉眼根本无法捕捉。萨瓦和海勒斯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俩人从中间被劈成2半，意识瞬间彻底消散。贝吉特立于2具尸体旁，一发破坏能量甩出，巨响过后，海勒斯和萨瓦的身体瞬间化为飞灰，彻底湮灭。贝吉特缓缓转过身，背对着漫天烟尘，沉声低语：“奴はゴミなんかじゃない。クリリンだ、俺の一番大切な友達だ。”烟尘散去，贝吉特孤身伫立，眼神冰冷如霜。来い神たち、覚悟があるなら自ら俺の元へ来い。さもなきゃ一人ずつ見つけ出して全員皆殺しにしてやる。另一边，突破双手环抱，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接连干掉2位破坏神和天使。玛格丽塔，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玛格丽塔慌的一批，声音发颤的回应：当初克伦被剥夺力量落败还说得过去，可萨瓦动用了全部天使之力，依旧被碾压。看来他被囚禁的这段时间，把自在极意钩修炼到了天使级别。拳王当初没杀他，只把他囚禁起来，真的就是为了折磨他吗？还有一件事，天使权杖只认专属的天使气息啊！他居然能操控天使权杖，说不定是维斯把权杖留给贝吉特的时候，还偷偷赋予了他其他力量，戳破额头流下冷汗。一个赛亚人弑神者四处屠杀破坏神和天使，拳王和大神官又不见踪影，我们必须立刻想对策，不然下一个遭殃的就是我们了。与此同时，第6宇宙破坏神相帕和他的天使巴朵斯也通过水晶球看完了全程，两人陷入长久的死寂。相帕冷汗直流，浑身发抖，完犊子了，彻底失控了。比鲁斯这个蠢货，赛亚人天生好战，他明明知道这一点，还偏偏教他破坏能量，纯找死啊！一旁的巴朵斯从容说道：“相帕大人，恕我直言，他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一心复仇，但他并非无敌，他终究只是2个赛亚人的合体。”而我们拥有一整个赛亚人族群，论底蕴，我们的胜算其实很大。相帕恍然大悟，脸上露出阴狠的笑容。对啊，赛亚人，我怎么把这茬忘了？传令下去，把第6宇宙所有顶尖赛亚人全部关进精神时光屋特训，还有把沙达拉之王也给我请来。画面一转，沙达拉之王端坐在由战败者骸骨打造的王座上，眼神里满是战意。他仿佛已经知道，一场足以让所有赛亚人热血沸腾的惊天大战即将拉开序幕。ついに来たか。我サイヤ人が下がる世紀の大战役だ。弑神者贝吉特这波杀疯了，连续斩首2位破坏神和天使后，他用天使法杖闪现到了第10宇宙的界王神界。刚落地，老好人格瓦斯迎了上来，贝吉特满眼杀气，心里盘算着用时光戒指回到击杀比鲁斯之前，但他硬是憋住了，强行挤出一个阳光开朗的微笑。おじいさん、ビルス様の命で状況確認に来た。今、時間を改変する不法者が無差別に殺戮している。時の指輪をここに置いといたら悪者に狙われるぞ。下手すりゃ命の危険だ。俺に預けておけ。格瓦斯一听，差点吓尿，赶紧把戒指掏了出来。就在贝吉特伸手要抢的瞬间，手腕猛地被一只粗壮的手死钳住。抬眼一看，第10宇宙破坏神老母西居然送货上门。贝吉特怒极反笑：“手を離せ。さもないと天国行きにしてやる！”老母西根本不虚，反手就是一把紫色的哈卡，抹除之力瞬间糊了贝吉特一脸。看着贝吉特的身体从脚尖开始化为灰烬，老母西嘴角疯狂上扬。人間は所詮人間だ。戦闘力が破壊神を上回っても、破壊の前では雑魚に過ぎない。然而帅不过3秒，老母西低头一看，匣子里的6枚时光戒指全没影了。再一抬头，浑身缠绕着暗黑电光的贝吉特正飘在天上，宛如一尊灭世魔神。贝吉特狂笑不止。驚いたかゾウノハ。掴まれた刹那自治国技を発動して指輪を奪った。このままピエロのように虚勢を張るお前を眺めてやる。一把巨型弑神光刃撕裂苍穹，带着劈碎星球的威压轰然砸下。老母西连滚带爬，堪堪躲过，但年迈的格瓦斯直接被一刀劈成2半。随着绑定的界王神身死，老母西的身形开始消散，却还在嘴硬。ありえない。俺の破壊を受ければ生き残れるはずがない。時代は変わった。10年間毎日破壊エネルギーを浴び続けたから今の破壊などタオル同然だ。捕まる直前に時の指輪で時間を差残りお前の隙を狙っていた。さよならグドンナゾウよ。话音未落，老母西带着满腔不甘，彻底灰飞烟灭。屠神完毕，贝吉特戴满了一手的戒指，撕裂空间，直接跑入到了 GT 时空的废墟地球。刚一落地，3股狂暴的能量就在眼前疯狂碰撞。定睛一看，超四悟空和超四贝吉塔正被超级一星龙按在地上疯狂摩擦。贝吉特瞬移到超级一星龙身后。2人、俺も戦いに加わっててもいいか？食事の前にこのナマズ野郎でウォーミングアップするか。GT 贝吉塔瞳孔地震，卡卡罗特，你快看，那是贝吉特！超一星龙暴怒。どこの金髪子だ。俺の邪魔をするな。誰だろうと経験値に変えてやる。
这头邪龙马力全开撞了过来，结果贝吉特只是敷衍的偏了偏头，连发型都没乱就躲开了满血大招。贝吉特面露狞笑，用手化作手刀，噗嗤一声，生生贯穿了超一星龙的龙鳞胸膛。ドラゴンボールを素手で借り出す以上の良い練習など存在しない。贝吉特手腕发力，猛地向外一扯，七颗龙珠硬生生从超一星龙体内被连根拔起。失去本源的邪龙连句遗言都没来得及说，当场化作飞灰。贝吉特甩了甩手上的血迹，回头看着呆若木鸡的超四二人组，露出了悟空招牌式的傻笑。附近有大排档没？快饿扁了！饭桌上，贝吉特疯狂化身干饭王。角落里的 GT 贝吉塔却眉头紧锁，死死盯着这个老挂皮。这人没有尾巴，绝不是超四，身上还缠着一股深不见底的黑子能量，杀一星龙跟捏死个臭虫一样。这种外挂级别的力量，我贝吉塔必须要弄到手。饭后，悟空把贝吉特叫到门外盘问底细。贝吉特低着头，瞬间开启奥斯卡影帝模式，语气沉痛的仿佛天塌了。カカロット、実は切り出したい話がある。俺の世界に名も定かでない恐ろしい怪物が現れた。した俺でさえあいつの前ではアリのような雑魚だ。5分ピッコロが全滅し、地球もナメク星も砕け散った。GT 悟空倒吸一口凉气，连秒杀一星龙的你都打不过，到底是什么怪物？暗中偷听的贝吉塔更是冷汗狂流，完犊子，连贝吉特都打不过，这把高端局啊！贝吉特眼看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抛出了最后的重磅炸弹。名前を覚えろ。あいつの名はモナカだ。3年後、この世界へ降臨する。一撃であらゆるものを消し去る威力を持っている。为了对抗大魔王莫纳卡，贝吉特成功忽悠超四二人组进精神时光屋打黑工。规矩很简单，你们俩给我全力变身超四，然后如何？咱们痛痛快快打1年。连平时死要面子的贝吉塔，为了白嫖这份力量，都破天荒的一口答应。刹那间，超四物吉塔震撼登场。
贝吉特在精神时光屋训练超4乌吉塔，精神时光屋直接变成了地狱修罗场。常态的贝吉特硬刚超4乌吉塔，拳拳到肉，打得那叫一个天崩地裂。合体时间一到，悟空和贝吉塔立马爬起来，继续跳融合舞。1年后，在贝吉特的魔鬼特训下，超4乌吉塔不仅战力翻倍，还修炼出了自在极意功。随着3人走出精神时光屋，悟空满脸感激，好兄弟，回去一定要干翻那个怪物。贝吉特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记住我的话，看到莫纳卡别废话，直接开大抹杀。就在这感天动地的离别时刻，天界突然传来一股极其恐怖的神圣威压。破坏神比鲁斯和天使维斯赫然降临。比鲁斯眯着眼睛扫视着刚刚出关的3人。贝吉特内心慌成老狗，这什么阴间匹配机制？维斯以前明明科普过，天使被抹除后会从所有时间线彻底删号，这俩货怎么还活着刷出来了？到底出了什么 bug？ 贝吉特暗中疯狂搓招，直接将天使法杖拿在手里，随时准备开溜。但这小动作哪能逃过维斯的眼睛？维斯一眼看穿，贝吉特是个跨服偷渡客，他绝不属于这条时间线。比鲁斯人狠话不多，朝着3名赛亚人就突脸杀来。贝吉特这会儿脑子转得飞快，不能在这儿把这条线的猫杀了，不然刚骗来的好兄弟绝对要跟我翻脸。贝吉特影帝附体，冲着空贝声嘶力竭的狂吼：みんなあいつこ標的だ！俺の故郷を滅ぼしたモナカだ！俺が伝授した奥義を使い全力で食い止めろ！话音刚落，一道刺眼的土豪金光柱直冲云霄，恐怖的能量威压硬生生把冲锋中的比鲁斯逼得急刹车。光芒散去，隐藏角色超赛4自在极意形态乌吉塔震撼登场。乌吉塔自信满满的放话：コネコメ、数年隠れてから奥義を使う予定だったのに、早く撃たれたいなら相手してやろう！看着区区凡人居然开出了自在极意功，比鲁斯世界观碎了一地。趁着这俩神仙马上要互掐，贝吉特直接激活时光戒指腾空而起，徒手撕开空间裂缝，准备跑路。维斯急得大喊大叫：“比鲁斯大人，戴戒指的人要跑了！”贝吉特飘在半空，浑身缠绕着神圣与暗黑交织的特效气潮，冲着下面挥手：“多谢这段时间的招待，这里的烂摊子就交给你们了，愿你们的未来好过我。”耿直的乌吉塔还在下面挥手道别：“老哥保重，这怪交给我单刷。”贝吉特直接被随机丢到了另一个平行宇宙的陌生星球。刚一落地，贝吉特就发现这地方满大街都是直立行走的狼族兽人。他直奔烤肉摊，伸手就去抓肉，肉还没进嘴，一只蓝色的毛茸茸大手死死按住了他的肩膀。回头一看，居然是第9宇宙的危险3人组。贝尔盖默凶相毕露。よそ者、無銭飲食をするつもりか？金がなければ食材として処分する。贝吉特咧嘴狂笑，老子就是身无分文，想吃我？行啊，等我吃饱了，长点膘，肉质更紧实。说完，直接无视他们，自顾自的狂造烤肉。3头狼的怒气瞬间拉满，全员暴气杀来。贝吉特一个身形飘忽的顺身平 A， 瞬间把3人揍得找不到北，最后一脚狠狠踩在贝尔盖默的胸口。贝尔盖默惊恐万分，这毫不讲理的力量与速度，难道你就是那个传闻中的弑神者贝吉特？贝吉特满脸疑惑，哈，我也没充钱啊，怎么这么出名？贝尔盖默发出绝望的冷笑，你的凶名早就传遍多元宇宙了，我们可是奉了破坏神希达拉的死命令在这儿蹲你的。说罢，他硬撑着掏出一枚紫蓝色按钮，果断按下报警求摇人。镜头切到第9宇宙某处，破坏神希达拉和天使莫吉托同步收到求救警报。莫吉托法杖一挥，两人直接开传送来到了那颗星球的外太空。希达拉假惺惺地挤出2滴眼泪：“3位勇士，你们舍身立功，我希达拉会永远记住你们的。”眼泪还没干，希达拉就搓出一个巨大的紫色破坏能量球，朝着那颗星球砸了下去。贝尔盖默在这股抹除之力下瞬间灰飞烟灭，贝吉特眼看着自己的几根手指也开始消散，这才察觉整颗星球都被破坏之力笼罩，整颗星球在绝对的毁灭冲击下瞬间化作宇宙渣渣。希达拉和莫吉托躲在安全的能量护罩里观望，心里美滋滋，以为终于把这个多元宇宙最大的祸患给清除了。没等他们高兴2秒，两人的胸口突然一凉，直接被2道狂暴的能量利刃当场刺穿。那个本该跟着星球一起被删号的贝吉特，宛如地狱修罗一般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他们背后。弑神者贝吉特教导超4乌吉塔学会自在极意后，前往第10宇宙，刚落地就被危险3人组做局给坑了。
9宇宙破坏神希达拉直接开大，准备连人带星一起抹除。眼看要全剧终，2把能量光刃从虚空中悍然刺出，瞬间给破坏神和天使串了个透心凉。2人回头迎面撞上的是一双冰冷、暴虐，仿佛要拉着整个神界陪葬的眼睛。弑神贝吉特降临，希达拉当场道心破碎。惑星規模の破壊エネルギーを真正面で受け止めたんて生きているはずがない。俺を殺すために自らの宇宙の民まで消し去るのか。高みに立つ神様たちにとって凡人の命などこれほど軽いものなのか。の資格すない者ども、今日は貴様の血で俺の神殺しの刃を耐える。希达拉彻底慌了，急忙招呼莫吉托赶紧跑路。莫吉托高傲惯了，哪能受这气？他反手一挥，直接用天使权限强行抹消了胸前的伤口。莫吉托一边冷笑，一边给希达拉分析局势，断定贝吉特正面接了破坏能量，早已受了重伤，现在的疯狂不过是虚张声势，正是趁他病要他命的绝佳时机。希达拉一听这话，顿时觉得自己又行了，他怒吼一声，直接开启全功率破坏神形态，整个人被暗红色的毁灭神环死死包裹。与此同时，莫吉托也缓缓闭眼，再度睁开时，全功率完美自在极意功的银色神圣气焰冲天而起。贝吉特看着眼前破碎的星空，他突然想起了被抹除的地球，痛苦地抱住脑袋。なぜだ、なぜ神様たちは我々をゴミのように扱うんだ。私に悪いことをした、必ず語ってる。希达拉和莫吉托一左一右形成包夹之势，化作2道面势流光，从2侧全力对撞而去。就在2人即将得手的刹那，贝吉特忽然咧嘴大笑，残忍至极。贝吉特双手虚空一抓，死死卡住了希达拉和莫吉托的脖子，将2大强者当场提溜在半空。ベジット、卑怯な凡人め、裏をかくなんてみっともない。男らしく真正面から勝負してみろ。听到这话，贝吉特歇斯底里的狂笑起来。長年生きてきたくせに頭が悪くなったな。俺が狂っている隙に2対1で襲うくせに男らしさを語るな。お玉悪い連中が神の座に座っているんだってすまんだ。接着，他转头看向莫吉托，眼神里满是不屑。你的自在极意功唯一的用处就是提醒你赶紧逃命。原来大神官的后代也有拉胯的货色啊！今日始末してやれば大神官の厄介者を片付けることになる。希达拉彻底崩溃了。他开始向贝吉特求饶，声称自己作为最古老的破坏神，掌握着所有神明的死穴，甚至连大神官和拳王的致命弱点他都一清二楚。只要能放他一条生路，他愿意当带路党，帮贝吉特彻底踏平神界。贝吉特似乎被打动了，微微低头，一言不发。希达拉心中狂喜，急忙追问是不是只要招出众神弱点就能活命。然而迎接他的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笑容，他不过是想在捏碎这只蚂蚁前，先给他一丝希望，再亲手把这希望踩个稀烂。悪いが答えはこうだ、消えしまえ。希达拉的脑袋被生生捏爆，猩红的狂暴血柱如喷泉般从无头尸体中狂飙而出。一旁的天使莫吉托吓得疯狂颤抖。贝吉特缓缓扭过头，騒ぐな小さな天使、次は貴様の番だ。狂ったやつめ、大戦さばきれば必ず報いを受けさせる。面对这种无能狂怒的败犬发言，贝吉特直接气急反笑，赶紧省点力气去地府慢慢喊把，最后就准备捏断莫吉托的脖子。千钧一发之际，半空中毫无征兆地闪出一道娇小的身影，手中法杖唰的一声把贝吉特的左臂齐根斩断。贝吉特捂着狂喷鲜血的伤口，抬头看去，来人不食宇宙的萝莉天使克斯。原来之前贝吉特杀害破坏神朗姆西时，克斯没有插手，但现在自家弟弟也被养了，他彻底怒了。今天是专门来抢回时光戒指并报仇的。莫吉托眼泪都快下来了，但他也很懵。破坏神死后，天使之力不是该强制休眠吗？克斯是怎么开出这一刀的？克斯微微一笑，大神官在他的法杖里留了后门，可以手动激活48小时的天使之力体验卡。克斯反手就是一道神圣白光打入弟弟体内，直接帮莫吉托满血复活，重新激活了完美的自在极意功。另一边的贝吉特拖着独臂残躯，硬着头皮冲向2名天使。但现在的贝吉特根本实力大减，他拼尽全力的一记重拳被克斯轻松闪过，克斯反手一记重鞭腿踹飞了贝吉特。还没等贝吉特在半空中稳住身形，莫吉托已经闪现到他身后，抡圆了法杖，一记爆肝重击狠狠砸在贝吉特的后颈上。贝吉特狂喷出一大口老血，当场翻白眼，失去意识，向宇宙深处坠落。在浩瀚的太空中，冰冷的温度让贝吉特猛地惊醒，他知道再打下去绝对要交代在这里，必须赶紧撤。此时莫吉托和克斯已经瞬移到他脸前，笑着商量要把他另一只胳膊也卸下来。
被逼入绝境的贝吉特戳出了太阳拳。刺眼强光瞬间亮瞎了2名天使的钛合金狗眼，贝吉特直接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他一头扎进下方一颗荒蛮星球，钻进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巨大溶洞里，隐藏了全部气息。贝吉特盘算着，等这俩天使走后，自己得赶紧回去把胳膊和时光戒指捡回来接上。就在他刚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逃出升天的瞬间，克斯的声音声在洞穴中响起：“我们当然知道那条胳膊对你有多重要，弑神者。”贝吉特浑身汗毛倒竖，僵硬地转过头。黑暗深处，2双散发着恶魔红光的眼睛，伴随着2个瘆人的咧嘴笑脸，悠悠地浮现出来。贝吉特正准备单杀天使莫吉托，却被天使克斯偷袭，断了一条胳膊。贝吉特躲进一个山洞里，正满头大汗地杵在那儿。他身后正是那俩阴魂不散的双子天使。贝吉特在心里暗骂：这俩货估计全程开了全图透视，自己现在这血线和蓝亮硬刚，纯属送人头。贝吉特右手搓起了一团能量球，反手朝天使扔过去。克斯嘴角歪到了天上。神を撃つ者よ、こんなかすった攻撃で我々の業を取っておったら。结果下一秒，光波直接拐弯冲向半空，结结实实地轰在了洞穴天花板上，直接把承重墙给干碎了。整个洞穴瞬间塌方，无数巨石劈头盖脸砸向2个神明。贝吉特趁乱双指往额头一搭，瞬间移动走起。走之前还不忘嘲讽：陰険な奴らめ、土に埋もれてろ。この時間稼ぎで切れた腕を取り戻すには十分だ。究极贝吉特闪现回了冰冷的太空，眼前正漂浮着断臂。贝吉特乐开了花，多亏了这太空里没氧气，胳膊还是8成新，找个奶妈随便奶一口，分分钟接上。就在这时，一道毁灭光波正从下方出来，距离太近，贝吉特根本躲不开，直接被强光吞噬。光芒散去，贝吉特没有受伤，结果回头一看，那道光波的真正目标是他那条断臂，连带着时空戒指也一起成了宇宙尘埃。誰だ？一体誰がやったんだ？出てこけ！出手的正是远处的莫吉托。克斯疯狂吹捧：老弟，这波盲狙太帅了！这傻子早该知道，只要咱们在，他插翅难飞。莫吉托更是瞎人诛心，这货现在蓝亮见底，又成了独臂大侠，也就是个第7宇宙的下等猴子罢了。克斯收起笑容，提醒道：老弟，你悠着点，他马上就会下来找我们拼命了。たとえ片腕しか残っていなくても、お前たち2人を灰にしてやる！下方的莫吉托脸色微变，这疯子想干嘛？他这点蓝亮难道想自爆？克斯皱起眉头，赛亚人临死前的反扑不容小觑。贝吉特单手疯狂压缩着体内最后的一丝破坏能量。俺はベジットだ！たとえ命を落としても、この銀河諸号を道連れにしてやる！巨大的破坏球成型，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砸向克斯和莫吉托。2位天使立刻调动神力，准备抵挡着灭星一击。但就在破坏球脱手的瞬间，贝吉特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其狡黠的狂笑。那颗巨大的破坏球刚扔出去，竟然自己引爆了。但爆炸的目标根本不是天使，而是周围的空间屏障。狂暴的破坏能量和贝吉特身上残存的时空戒指碎片发生剧烈反应，硬生生在宇宙中撕开了一道狂充满乱流的时空大裂缝。莫吉托吓得赶紧用天使之力护体，挡住空間撕裂的吸力。跳进这种乱流里会被撕成碎片的。狂风中，残血的贝吉特身体失控地向裂缝深处坠落。今日奪われた腕、必ず後で倍にして取り返してやる！裂缝瞬间闭合，莫吉托气急败坏，竟然被这猴子耍了。穿过传送门，贝吉特一落地就忍不住自嘲，竟然被2个天使逼得这么狼狈。幸好老子命大，但现在手也断了，维茨的法杖也用不了。他抬头看去，这是一处阴暗的洞穴，周围散落着各种高科技仪器的残骸。他满脸问号，什么鬼？难道我穿到遥远的未来了？山洞外面，格罗博士气喘吁吁地冲到一个巨大的金属门前，他疯狂在密码锁上一顿输入，大门轰然开启。这老登一边兴奋地往里走，一边盘算：孙悟空，这次是我赢了。只要我苟在这里不发出声音，赶紧把17号和18号唤醒，绝对能反杀。正当他做着美梦的时候，一抬头，实验室正中央杵着个浑身是血的独臂猛男。贝吉特也愣住了，这是格罗博士，我这是穿到哪了？格罗博士绷不住了，悟空那帮人蹲我也就算了，这随便蹦出来个路人甲，怎么也能叫出我的真名？这不科学啊！老登强作镇定，赶紧启动左眼的微型电脑扫描贝吉特，结果全屏问号，查无此人。
老登看了眼旁边没开封的17号和18号休眠舱，心一横，他爆发出单身几十年的手速，按下了唤醒按钮。贝吉特在旁边看着，死去的 DNA 突然攻击他。原来现在的时间节点是人造人开篇呀！贝吉特捂着断臂，在心里疯狂骂娘。本以为能穿到一个和平宇宙，找布尔玛借个龙珠许愿回血，结果掉进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纯属浪费时间。但下一秒，贝吉特突然想到了什么，格罗博士可是个绝世天才啊！这老登绝对能给我重塑一条能源源不断提供无限能量的机械臂。另一边，格罗博士还在那命令17号和18号把贝吉特干掉。话音刚落，17号一记势大力沉的回旋踢直奔格罗博士的脑袋，贝吉特闪现入场，单手挡下17号的致命一击，格罗博士吓得差点尿了裤子。17号，裏切り者め、俺を殺そうとするなんて。贝吉特死亡凝视盯着17号。今はまだだ、若者。お前の反抗心は悪くない。だがこの老人を使い倒すまではおとなしくしておけ。分かったか？ G、よく聞け。新しい腕が必要だ。お前が自分の手に作れ。俺を人造人に改造しろ！此话一出，在场的3个人造人当场石化，大脑直接宕机。贝吉特要把自己改造成人造人，贝吉特被天使斩断一条胳膊，命令格罗博士给自己造一条机械手臂。格罗博士还搁那白吐，贝吉特破口大骂：“老子刚救了你狗命！”当场把博士干沉默了。老头子转头就冲17号破口大骂，甚至想掏出控制器把这2姐弟彻底报废。18号戏精附体，一口一个博士您歇着，我来削他。背地里一个滑步就把控制器顺到了手里，格罗博士当场破防。堂堂天才科学家被自己造的2个手办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旁的贝吉特简直没眼看，亏你还是地球最强大脑，连2个烤面包机都搞不定，简直弱爆了。拿到遥控器的18号正准备给博士发盒饭，顺便让17号去收拾贝吉特。贝吉特顿时火冒三丈，毕竟这女人当年没少折腾贝吉塔的胳膊。他一个瞬移死死扣住18号的手腕，一招破坏。嚣张的18号直接化作满天星辉，旁边的17号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是什么降维打击？另一边，不知是不是夫妻感应，克林居然察觉到了18号消失的动静，带着贝吉塔、比克、大特直接摸到了研究所门口。巣穴に隠れても無駄だ、出てこい！砰的一声巨响，贝吉塔一发气功波，直接连门带墙炸了个粉碎。格罗博士看着死无全尸的18号，吓傻的17号，再看看门外杀气腾腾的 Z 战士，绝望的简直想喊杀戮救我！贝吉特凑到博士耳边，给我打造一条无敌机械臂，外面那些杂碎，还有旁边这个碍眼的17号，我通通帮你抹除。走投无路的格罗博士只能咬牙认怂。贝吉特缓缓踏出废墟，迎着阳光捋了捋头发，面对众人惊骇的目光，贝吉特冷冷一笑。久しぶりだ、古きたもよ。克林、天津饭、比克、贝吉塔还有大特全员懵逼。贝吉塔一如既往地头铁，直接爆气切出了超级赛亚人形态。5秒間だけ遺言を残させてやる。さまなくば貴様たちもこのクソ室ごと異次元に吹き飛ばしてやる。贝吉特收起了笑容，看来不整点狠活是镇不住场子了。行，等我1秒钟。话音刚落，贝吉特凭空消失。贝吉塔刚想嘲讽这怂货跑路了，下一秒，贝吉特直接闪现回原地，手里还像拎小鸡一样拎着满脸惊恐的17号。大特看到童年阴影17号登场 ，PTSD 当場发作，吓得赶紧让大家快跑。トランクス、こいつには双子の姉がいたな。彼女は完全に消し去った。では見せろこの戦闘力。ゴミ目を始末するざまを。贝吉特把17号远远掷向了天际，贝吉特嘴角勾起一抹狂妄的冷笑，看好了小老弟们，一发威力恐怖的气功波从他手中爆射而出，直追半空中的17号。17号绝望的挣扎，但还是被耀眼的光芒彻底吞噬，剧烈的爆炸掀起滔天气浪。当烟尘散去，大特认知中无敌的17号已经彻底化作了漫天飘洒的废铜烂铁。大特喜极而泣，只恨悟饭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幕，比克脸都吓绿了。他意识到这是一种他们练一辈子都触碰不到的力量，而贝吉塔则是在风中凌乱。老子刚开挂，这又从哪冒出来个挂批？看着这帮被彻底镇住的小老弟，贝吉特连头都懒得回，潇洒转身，留下了最后的警告：人造人已经死绝了，这场架打完了。
赶紧滚回家给卡卡罗特喂特效药，别在这碍眼。顺便提一句，7年后会有个比这堆废铁强1万倍的粉色胖子降临，赶紧滚回去练级。还有，别再来惹我，不然后果自负。门外，大特和克林面面相觑，天津饭倒是看得开，反正人造人死绝了，大家苟活了，等悟空病好了，一起开香槟不好吗？但大特心里直发毛，觉得历史被改得面目全非，习惯性的嘟囔了一句：“等悟空来了，肯定有办法。”这句话直接精准踩中了贝吉塔的雷区。カカロットなんて役に立たない。あいつはまるで神だ。この超サイヤ人になった意味は一体何だ？被伤透自尊的贝吉塔化作一道流星飞走去，疯狂内卷了。镜头切回实验室，贝吉特命令格罗博士：“老头，给我整条新胳膊，要比19号那套水货强1万倍的。”格罗博士当场就飙了。俺を奴隷扱いするな。俺が名声を得ていた頃、貴様はまだ赤ん坊だった。贝吉特冷笑一声，不干活。行啊，我先慢慢折磨死你，再拆了那边那个大块头16号，最后把你地下室里那个还没成型的沙鲁连盆端了。格罗博士当场疯了，这怪物怎么连沙鲁都知道？为了保住最后的复仇希望，只能乖乖低头。你赢了，大佬，上手术台吧。几天后，贝吉特躺在手术台上，他全程保持着自在极意形态，根本不给别人留半点偷袭的余地。手术完成后，他那条新手臂被撞上了能量吸收装置。贝吉特看着掌心狂笑，有了这玩意儿，他不仅要杀神，还要把那些神的气全吸干。格罗博士内心疯狂冷笑：“你真以为我会白打工？我已经顺手把你的 DNA 全喂给我的沙鲁，有了这股力量，沙鲁根本不需要什么17号、18号。”就在某个阴暗的地下室里，培养皿里的幼体沙鲁正在悄无声息地融合超究极贝吉特的基因。贝吉特走到博士面前，格罗博士吓得疯狂尖叫：“你明明答应过不杀我的！”贝吉特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激动，老头，你的完美杀戮也没多强，最后被超二悟饭打爆了。听句劝，去搞点正规科研，造福人类吧。如果让我发现你还在搞事，我绝对回来弄死你。”看着博士疯狂点头，贝吉特心满意足。恢复神力的他再次召唤出维斯的天使法杖，随后划开时空裂缝，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宇宙。然而，贝吉特前脚刚走，这边的世界线就迎来了真正的地狱。几周后，完全长大的沙鲁开始四处吸人。已经跟天神同化的比克自信满满的跑去送人头。余計な話はいらない。受けてみろ。獲物が自ら飛び込んできたか。沙鲁双眼赫然闪烁着自在极意功的银色光芒，他看着比克一句破坏，没有任何反抗余地。比克连同地球的龙珠瞬间被彻底抹除。感受到比克气息凭空消失的 Z 战士们瞬间陷入绝望。贝吉塔带着大特钻进精神时光屋疯狂闭关，双双突破超赛极限。悟饭也因为比克之死在噩梦中觉醒了超赛。但这一切在降维打击面前毫无意义。当3大超级赛亚人联手对阵沙鲁时，沙鲁毫不费力地将贝吉塔、大特、悟饭全部虐杀并吸收，力量膨胀到了令人绝望的境界。现在整个地球只剩下还在床上躺尸的病号悟空了。沙鲁在获得贝吉特的基因之后，连自在极意和自我极意都学会了，不但团灭 Z 战士，还吸收了贝吉塔、悟饭和未来大特。地球战力只剩昏迷中的悟空。另一边，贝吉特传送到一个冰天雪地的一星，他握紧拳头，脑海中浮现出他失去的一切。他想起了小孙女小芳。パンよ、おじいちゃんはお前が今苦しんでいるのを知っている。だがおじいちゃん誓う、お前と両親、そして地球の全員を必ず連れ戻してやる。いつかこの歪んだ世界を正してやる。行こう、この宇宙の破壊神に会いに。打满鸡血后，他掏出天使法杖，准备去见这个宇宙的破坏神。贝吉特突然感觉一股极其强大的气正在逼近，抬头一看，天上飞着一只大鸟。什么鸟能有这么强的气？天上那哥们儿直接怒吼：“老子才不是鸟，老子是第4宇宙的扛把子加诺斯！今天你休想再往前走半步！”贝吉特冷笑一声，右手一甩，弑神光剑瞬间弹出。10年前在力量大会上你就慢得像龟爬，10年后你还是个铁废物，滚吧，菜鸡！加诺斯倒在地上痛苦挣扎，贝吉特抽回光剑：“老子是来找你们家破坏神的，对你这种战五渣没兴趣，不然你早就去地府排队了。”
加诺斯还不服气，捂着伤口疯狂嘴硬。就在这时，一股凉意直冲他的脊椎骨。加诺斯回头一看，第4宇宙的破坏神老鼠奎特拉来了。情けない。力の大会からお前はクズだった。今や第7宇宙の虫にすら触れることもできない。俺の補佐広報なんて務まるわけがない。キュイテラ様，もう一度チャンスをください。奎特拉反手就是一个破坏。可怜的加诺斯为了神明站到最后，结果连渣都不剩。奎特拉还在冷笑：“垃圾，清空了，老子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天使科尼克也在旁边当捧哏。确实，等咱们宰了眼前这只猴子，再找个新替补就是了。看到这一幕，贝吉特身上黑紫色的闪电疯狂暴走，他破口怒骂：“高みから見せろす神どもはみんな同じ根性だ。あいつは最後までお前のために戦った。なのにこのクソなシステムのせいで。”お前にあいつを自由に消す権力が与えられているのか。だからは天道を食うために立ち会ったんだ。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贝吉特变身超级赛亚人2，但周身的闪电却是紫黑色的。奎特拉懵了，转头问天使：“这不是赛亚人最烂大街的变身吗？他怎么不用全力？”天使也纳闷，不知道啊，大人，估计是在拿您当猴耍呢。哼，見せてやるかま。お前を相手するのに力の1割すら使わないただの凡人の虫けらめが。奎特拉哪受得了这委屈，一声尖笑，紫色的破坏神气息卡出一个巨型耗子虚影。两人废话不啰嗦，原地消失，天空中完全看不见动作，就剩下一紫一黄2道光在冰雪行星疯狂飙车互撞。奎特拉一个闪现绕后，带着破坏能量的鞭腿直奔贝吉特后脑勺。贝吉特反手一肘子精妙格挡，顺势一发重拳直接给耗子神破相。两人从万米高空一路拆迁砸到地心，10几座冰川当场稀碎。奎特拉被打急眼了，拉开距离直接开启王子战法。贝吉特单手搓核弹，暗黑大爆炸攻击射出，两股灭世级别的能量在半空对狙，刺眼的白光直接把地壳都掀飞了。烟还没散，奎特拉把所有破坏能量憋在右拳，企图一拳贯穿星球加爆头。贝吉特左手稳稳拿捏住这致命一击，左臂开始吸收奎特拉能量，奎特拉拼命挣脱却逃不掉，短短几秒钟，奎特拉被吸干，当场秒瘫。看到自家主子被秒吸成经验包，科尼克道心破碎，纯正的天使级自在极意功火力全开。贝吉特见状，加特林能量弹疯狂发射，被他轻松闪避。科尼克瞬移突脸，一巴掌轻飘飘拍在贝吉特胸口，直接把贝吉特打入地下，砸穿了整个地幔。结果深渊底下传来的不是惨叫，而是贝吉特丧心病狂的狂笑，暗黑色气息化作龙卷风起飞，贝吉特摊牌了，独创的狂暴版自在极意功直接上线。一黑一银2道光在高空互相撕咬，科尼克发现近战打不死贝吉特，赶紧高举权杖抽干全宇宙星光，戳了一把万米长的天使神罚之矛，准备清平。面对这灭世级的一击，贝吉特张开双臂就是一声怒吼，磅礴的暗黑能量疯狂喷涌实体化，直接在半空开了一个1000万丈高宁的赛亚须佐能乎。这黑色的巨神直接空手接白刃，死死攥住刺下来的神罚之矛。伴随贝吉特一声暴喝，须佐能乎双臂发力，万米神罚之矛当场被撅折，化作漫天光雨。没等科尼克缓过神，巨大的黑影已经遮天蔽日。巨大的双手如同叹息之墙轰然拍下，科尼克拼死开出最高级别天使屏障，结果相撞瞬间，时空直接像玻璃一样碎裂开来。贝吉特的狂暴数值彻底压垮了天使的理智，屏障像鸡蛋壳一样碎裂，巨手无情合拢，把科尼克死死捏在手心。骨头爆裂的清脆声响彻异次元，下面躺尸的奎特拉听得估计肝胆俱裂。贝吉特把半死不活的天使扔到地上。悪いな。力加減を間違えた。ただじっとしてもらってお前の神の力を吸い取りたいだけだ。俺は大神官様自ら生み出された存在。貴様の機械的な吸収機構では力を吸取れるはずがない。解説だが天使どもを相手にするため俺は前から準備してある。贝吉特左手腕咔嗒一声弹开，尾巴像毒蛇一样飙射而出，精准扎进天使的身体。在凄厉的哀嚎声中，高高在上的天使沦为弑神者进化的超级养料。
神の力が体内に流れ込む。たまらねえ。贝吉特爽得直哼哼，沙鲁当年居然能一直享受这种快感，真是个太过分了。旁边虚弱的奎特拉看着这一幕，吓得屎都快出来了。残り人の破壊神と6人の天使の力を全部吸い尽くしたら、大神官も全王様も俺の一撃に耐えられない。说完，他看向奎特拉，どんな気分だ。ガノスが最後に味わった絶望感、やっと理解できたか。奎特拉还想求饶，贝吉特直接一发破坏能量，伴随着奎特拉绝望的惨叫，第四宇宙的破坏神和天使彻底化为灰烬。完成双杀的贝吉特降落到地面，发出一阵狂笑。神どもよ、首を洗って待っておけ。而此时，在神殿的某处，大神官正通过水晶球冷冷地看着这一切。いつこの狂った男を始末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か。破壊神も天使も彼にほとんど殺されかかっております。拳王面色冰冷诡异，悠悠地说了一句：“还没到时候。”悟空居然代替比鲁斯成为了气宇宙新的破坏神。上一集里，初阶沙鲁学会了自在极意和自我极意，杀光了 Z 战士，只剩病床上的悟空。悟空睁开眼，楼下的琪琪和雅木茶听到动静，直接冲了上来。琪琪瞬间泪崩，直接扑进悟空怀里。悟空还有点懵，悟饭呢？大家人呢？空气瞬间死寂。雅木茶低着头，一言不发。琪琪哭得稀里哗啦，半天才挤出一句：“私たち負けちゃった。みんな死んじゃった。全部だ。”悟空当场暴走，一声怒吼直冲云霄，在长台下爆发出超越超赛的力量。比鲁斯心上，比鲁斯揉着眼屎问维斯：“赛亚，猴子被弗利萨清理干净没？我梦见个超赛神，能让我打个痛快。”维斯掏出法杖一看，瞬间绷不住了。法杖画面里正是初阶体沙鲁，他身上不仅有自在极意气息，还有破坏神力。比鲁斯一听，眼睛亮了。この木、神の大神と力が両方宿っているのか。行こうウイス。地球へ行ってあいつに会ってやる。此时的地球上，比鲁斯和维斯直接降临在悟空家里。ほう凡人よ、お前の仲間が全滅したと聞いたがそんなに怒っているな。神様と少し話してみないか。本就在气头上的悟空，哪管你是谁，直接爆气，变身超级赛亚人，愤怒一拳砸了过去。比鲁斯连根手指头都没动，单靠气场就挡下了这全力一击。遅すぎる、弱すぎる。おとなしくしろ、わめくな。随后，两位神仙像拎小鸡一样，把悟空给绑架回了破坏神界。到了神界，悟空终于冷静下来，搞清楚了状况。听完究极沙鲁的变态设定，悟空也麻了，自己现在去了也是送人头。看着悟空有点自闭，比鲁斯抛出了诱饵。本来我想直接破坏他的，正好在地球上感受到了你的气息。我现在有个更好的注意，维斯教你自在极意功，我教你破坏。地球人够多，沙鲁吸完得好几年呢。咱们这儿有个力量金字塔，里面2年，外面才1天。只要你变强，宰了沙鲁，我们还能用超级神龙帮你把被破坏的人全复活了。比鲁斯的眼神突然变得犀利。作为交换，你必须答应成为下一任第7宇宙的破坏神。此话一出，悟空沉默了。当破坏神违背了他享受战斗的本性，但他脑海里闪过死去的悟饭、惨死的兄弟们，没有任何犹豫。悟空猛地抬头，朝着神界的天空发出气血的咆哮。破壊神どころか何を言われても従う。絶対にクソセロぶちこら。接下来，悟空在力量金字塔里白天挨比鲁斯和维斯的混合双打，疯狂领悟破坏与神之预计；晚上还要在脑内高强度复盘，熬了整整14年，神界的大门缓缓打开。悟空已经穿上了破坏神专属制服，眼神中没有了往日的跳脱与天真，只有深不见底的沉稳与肃杀。他握紧双拳，ウイス、地球に連れて行ってくれ。另一边，贝吉特准备前往11宇宙，托珀丝毫不慌，因为超级吉莲也没有解体。就在力量大会结束后不久，吉莲独自进入山林里修炼，他脑子里每天都在和贝吉特进行高强度的 PK。终于，他也修炼出了自在极意功。吉莲猛地睁开双眼，一嗓子把躲在石头后面偷窥的玛卡丽塔吼了出来。吉莲冷着脸质问：“トッポが来ていない。外で重大な事態が起きている。ご自身でご覧ください。ジレン様。”玛卡丽塔一招记忆共享，按在吉莲脑门上。
贝吉特像杀鸡一样弑神，神血染红了星空，诸神黄昏莫过于此。吉连瞬间瞳孔地震。この狂人が第11宇宙に足を踏み入れ、トッポにもでも傷つけたら、俺が自ら無事してやる。马凯丽塔泼了盆冷水。现在的贝吉特不仅有天使的招式，还融合了破坏神之力。你想赢他，你得立刻继承破坏神的神位，只有用破坏之力才能对抗破坏之力。为了守护宇宙，吉连别无选择，闭上双眼，默默接下了这份沉重的力量。就这样，吉连在金字塔里修炼了20年，现在的他连天使都不虚。伴随着一阵刺眼的光芒，贝吉特提着天使法杖，直接空降第10亿宇宙的废墟星球。一落地，迎面撞上的是托珀，贝吉特嘴角疯狂上扬。ほう、破壊神になったばっかりで調子に乗っているのか？俺を相手に一人で乗り込んでくるとは度胸があるな。就在这时，一股恐怖灵压轰然降临，贝吉特的惊恐地环顾四周。なんだこの気圧は！トッポなんかじゃない。ビルスですらこれほどの重圧はない。话音未落，一道残影撕裂空间，拳头轰在了贝吉特的肚子上。贝吉特忍着剧痛，勉强睁开一只眼睛。又是一记左勾拳，直接砸在脸上。贝吉特倒飞出去，一路撞穿了10几栋大闪，脸煞离地，滑行了数千米才勉强停下。烟尘散去，那个男人正是合体吉连。废墟中，贝吉特死死咬着牙，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俺は多くの神や天使を討ち取ったが、これほど重い拳を持つ奴はいなかった。かなり強くなったみたいだな。旁边的托珀想过来打个辅助。俺も手伝う。どっかで見てろ。このベジットは俺の宿敵だ。今日ここで俺が倒れようと、お前は手を出すな。この頑固者、勝手にしろ。老けた顔だな。俺と同じく相当苦労してきたようだな。话音刚落，恐怖的气息直接从两人体内喷涌而出。もともとにトップを探しに来たが、お前がいるなら先にお前で肩慣らしする。吉连一言不发，原地凭空消失。あいつの気が全く出ない。まさかヒットの戦時か。贝吉特刚想回头防守，脸上就挨了一记速重拳。贝吉特轰飞，一路离平了10几座大山，最后死死砸进废墟里。贝吉特从废墟里爬出来，被打急眼了。フリーザと同じ。地べたで起き上がるだけで10倍強くなれるのか。伴随着疯狂的怒吼，贝吉特直接爆气切换形态，金色的狂暴气焰夹杂着黑色闪电冲天而起。悟空成为新的破坏神，拿出完美自在极意形态，准备一招灭了沙鲁。没想到沙鲁反手也变身完美自在极意形态。就在刚才，比鲁斯星上，破坏神悟空准备和维斯返回地球。比鲁斯满脸写着不信，你真觉得自己行了？那叫沙鲁的家伙这几天战力飙升，我觉得你再练个14年都不嫌多。维斯也跟着附和，沙鲁现在深不可测，但悟空直接捏爆拳头。俺はもう準備完了だ。14年も修行したのに、あいつはたった中で成長しただけ。優位は俺にある。それに今仕込みしたらベジータがあの世で一生俺を我がい物にするだろう。维斯和悟空降落在一片破败的地球山区，维斯顺嘴问了句悟空要不要换回龟仙流道符，悟空却拒绝了。武天先生の敵にない。今の俺にはあの道着を着る資格などない。说完，维斯闪人消失，悟空孤身一人面向沙鲁的方向，化作一道闪电，狂飙突进。废墟城市中央，格罗博士正对着沙鲁逼逼赖赖。行け！この星のすべてを飲み込み尽せ！就在这时，悟空稳稳落地。このじじい、人類全体を危機に押し入れた悪党め！悟空！お前が俺の一生の研究をぶち壊した。今日こそ復讐を果たす時だ。伴随着老登的指令，沙鲁缓缓转身，此时他已经进化成完全体了。悟空当场愣住，这跟维斯之前给他看的形态完全不一样啊！沙鲁看着悟空懵逼的样子，疯狂嘲讽。驚いたか孫悟空。元の17号と8号はとっくに消滅した。だがゲロの G が無理して2人の大抵人造人間を突級させた。今の俺は完全な神へと進化した。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撒旦先生闪亮登场。くらえ！
電家の必殺技ダイナマイトキックゼロか。格罗博士瞬间闪现到撒旦面前，反手就是一个透心凉。きっと悪い幻術に違いない。看着地蛇人再次惨死，悟空彻底绷不住了，瞬移到格罗老登面前，手掌对着老登的脸，冷酷地吐出那2个字：破坏。格罗博士连惨叫都来不及，直接化作飞灰。沙鲁看着老父亲在眼前灰飞烟灭，他体会到了悟空失去挚友时的悲愤，直接原地狂暴。悟空这边也是丝毫不虚，感受着沙鲁体内朋友们的气息，直接开启了神之境的超赛银态，周围环绕着蓝色闪电，两人冲向彼此。第一拳就直接互换伤害，打得双双吐血。悟空兴奋起来，気持ちいい。ビルス様に殴られた時ほど痛くはないが、お前もなかなかやるな。沙鲁反手就是一记重拳砸在悟空脸上。ビルスなど何者だ？俺の拳の方が硬いだろう。悟空抓住破绽，一拳狠狠轰在沙鲁肚子。沙鲁也不甘示弱，一记飞踢重创悟空腹部。紧接着一套连招直接把悟空轰进大楼，碎石瞬间将悟空掩埋。沙鲁彻底飘了。ご飯というガキがどれほど無様に命を落としたか見てみたかったぜ。死ぬ間際までパパと泣きそぐんで笑える話だ。そうだ、その無能な父親とはお前のことだろう。龙有逆鳞，触之必死。悟空彻底暴走了，从废墟中冲天而起，银白色的神威荡漾开来，完美自在极意功登场。沙鲁不仅没怂，反而露出了狂热的笑容。紧接着，他也变身为完美自在极意功。另一边的十一宇宙里，贝吉特一个瞬移贴脸，带着黑色闪电的重拳狠狠砸在吉连胸口。一声闷响过后，吉连连半步都没退。贝吉特嘿嘿一笑，左手猛地一张，露出了手心里的吸收装置，想直接抽干吉连。就在手掌即将触碰到吉连时，吉连双眼瞬间爆发出猩红的怒光，因无形屏障轰然炸开，狂暴的冲击波把贝吉特震飞到了9霄云外。被震飞到半空的贝吉特气炸了。ジレン、踏ん張れ！この一撃で一瞬で消し飛ばしてやる！一道缠绕着狂暴黑色雷霆的毁灭光柱瞬间冲向吉连，吉连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猛地睁开，自在极意功上线。吉连迎着终极闪光就是一记直拳，硬生生把这发终极闪光从中间一分为2。ふざけてるのか？お前まで身勝手の玉意を極めたのか？还没等贝吉特算明白战力，吉连的残影已经出现在了他头顶。千钧一发之际，贝吉特同步开启自在极意功，险之又险的躲过致命一击。贝吉特反手一拳反击，吉连凭借着本能的闪避，贝吉特的拳头擦过吉连的脸颊，吉连后退半步，抹了抹脸上的血痕，竟然笑了。ベジット、さすがだ。短暂的惺惺相惜后，两人瞬间化作漫天残影，在空中展开了疯狂互殴。不一会，贝吉特落了下风，只能手忙脚乱地格挡吉连的攻击。贝吉特打急了，直接瞬移绕背，高高举起拳头想敲闷棍。吉连暴怒，脑门上青筋暴起。下一秒，吉连反向瞬移到了贝吉特身后，根本不给你秀走位的机会，大手一把死死锁住贝吉特的咽喉。吉连像拎小鸡一样掐着贝吉特的脖子，从高空如同陨石坠落般狠狠砸向地面，大地震颤，烟尘爆碎。吉连主动后撤，拉开距离。力の大会の時、お前は俺を一度救ってくれた。今日はその恩を返す。これで互い様だ。贝吉特吐了口泥，爬起来。土壌なんていらねえ。身勝手の時の芯の使い方を見せてやる！贝吉特双手猛地推出，一发黑色的究极龟派气功轰然射出。吉连单手随意一挥，像拍苍蝇一样，直接把龟派气功扇飞到天边引爆。但下一秒，贝吉特已经瞬移贴脸，手里赫然举着金色气元斩，这玩意儿杀伤力太玄学，吉连也不敢硬接，一个侧身惊险闪过。当吉连再次稳住身形时，嘴角突然勾起一抹狂妄的笑容。热身运动到此结束。既然你想看更高阶的极意功，那我就成全你。话音未落，吉连再次爆气。
白色的闪电疯狂撕裂空间，银白色的气焰剧烈膨胀，在空中凝聚成了极连版须佐能乎。贝吉特人都傻了。冗談だろ。下一秒，巨大的能量脚掌朝着贝吉特狠狠踩下。这时，一只同样庞大的能量手臂破土而出，死死架住了巨脚。贝吉特也开出了自己的法天象地，两个巨大虚影轰然对撞。贝吉特狂笑：“哈哈，最高だ！こんな気持ちのいい戦いは久しぶりだ。だが本題に入る。ジレン、お前の宇宙の破壊神トッポはどこにいる？”听到这话，吉连身上光芒一闪，原本的制服消失，瞬间换上了破坏神专属服装。お前が探している第11宇宙の破壊神は俺だ。沙鲁吸收了贝吉特的基因，把自在极意和破坏神力都装进了数据库，而悟空成为七宇宙新的破坏神，准备清理门户。悟空死死盯着沙鲁。俺は丸14年待ち続けたんだ。今日ここで決着をつける。沙鲁精准踩雷。孫悟空。お前も息子の孫悟飯と同じ運命になる。俺の完全体の一部になれ。这话一出，直接把悟空的血压干到了。俺の息子のことを口にするな。今日お前を貝にして散らしてやる。话音刚落，两人身上爆发出完美自在极意功的神级气焰，化作两道闪电撞在一起，双拳对轰的恐怖冲击波，当场把西都的残骸震成了齑粉。得亏其他人都被沙鲁吸干了，能让悟空放开手脚一顿猛干。几轮神仙残影的高速对轰后，两人拉开距离，沙鲁开始整活，肉搏没意思，给你看点高级货。说完，沙鲁像只疯狗一样扑了上来，是雅木朝的狼牙风风拳。悟空一边躲一边大骂：“偽物のくせにの技を使う資格など！”沙鲁得意一笑，反手拿出比克的魔冠光沙炮。极速光束瞬间射出，极速光束快到连悟空都没躲开，直接被打飞，狠狠撞进岩壁。趁着悟空视线受阻，沙鲁飞到半空，使出天津饭的气功炮，恐怖的爆炸彻底淹没了悟空。烟尘散去，满身伤痕的悟空狼狈地爬了起来。沙鲁飘在高空，猖狂大笑。新しいカゲロに変えたところで何の役にも立たないな。今日は慈悲をかけて一気に楽にしてやる。随后一发弗利萨的死亡光束贯穿了悟空的眉心，沙鲁以为自己赢麻了。クズのサイヤ人め、戦闘は下手なくせに髪色変えることだけは一丁前だ。全く期待外れだ。就在沙鲁准备开香槟时，伴随着诡异的低吼声，他缓缓抬起头，周身燃起紫色的狂暴气焰，自我极意形态觉醒。沙鲁当场 CPU 过载，我的数据库里怎么没这玩意儿？悟空玩起了心理战，故意忽悠沙鲁。当然乗ってない。これは俺たちサイヤ人だけの変身だ。鉄くずのお前には一生習得できない。沙鲁气急败坏，对着悟空就是一顿疯狂暴锤。一记势大力沉的肘击狠狠砸在悟空脊椎上，痛得悟空发出一声惨叫，随后被沙鲁一脚踢进废墟大楼里。沙鲁疯狂嘲讽：髪色を変えたところで、ただいい目に強くなっただけのことだ。黑暗中，遍体鳞伤的悟空缓缓走出，嘴角甚至挂着一抹嗜血的狂笑。他直接摆出龟派气功起手式，蓝色的能量在双手中疯狂汇聚。沙鲁冷哼一声，摆出同样姿势。两人同时怒吼，发射龟派气功波，两股毁天灭地的能量撞在一起，大地震颤，空间仿佛都要被撕裂。就在沙鲁的能量波开始逐渐吞噬悟空的攻击，以为胜券在握时，他身后突然窜出第二个紫发悟空，沙鲁吓得魂飞魄散，哪来的两个怪物？悟空咧嘴一笑，你偷了我兄弟那么多的技能，唯独把天津饭的四神拳给忘了。浑身悟空毫不废话，抬手对准沙鲁就是一招破坏。看着自己的身体开始慢慢消散，沙鲁对着悟空分身也大喊一句破坏，把分身秒了。趁着沙鲁交了技能分心，本体悟空将全部破坏之力注入手中，打出了破坏龟派气功波。在这股狂暴能量下，毫无防备的沙鲁瞬间被彻底吞噬，连一粒细胞都没剩下。耗尽最后一丝气力的悟空退回常态，笑着瘫软倒地，嘴里嘟囔着やぞご飯。随后昏睡过去。镜头一转，比鲁斯星上，维斯正通过水晶球看直播，而他身旁的比鲁斯嘴角勾起一抹战意。そろそろ孫悟空と一戦交える時だ。另一边的11宇宙里，贝吉特的法天象地和吉连的巨大化身正在疯狂对拼。就在这时，波破出现在贝吉特身后。ベジット、神を殺す悪魔め、
来年の今日がお前の名実だ。どうやってジレンを惑わした？俺の知るジレンは正義の味方だった。波波长篇大论疯狂输出，细数贝吉特杀神、杀天使，甚至连小孩都不放过的罪状，还说吉连在马卡丽塔那边早就看过了犯罪录像。听完这番话，贝吉特更疑惑了。既然吉连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为什么还选择加入神明阵营？在突破极致的 PUA 下，贝吉特陷入了疯狂的自我怀疑，巨大法相随着战役的暴跌开始分崩离析。最终，贝吉特整个人像一滩烂泥一样重重砸在地上，他陷入迷茫。难道我的复仇一开始就错了吗？看着对手当场摆烂，吉连怒火中烧。贝吉特，你搞毛线？你要是不还手，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路。但贝吉特依旧趴在地上不躲不闪，等这一战等了这么久的吉连，看到对手这副熊样，当场暴走。他巨大的法相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力量，抡起巨拳照着地上的贝吉特狠狠砸了下去。待到硝烟散去，吉连收起法相，眼神里闪过一丝落寞。さらば堕落した戦士、お前を倒した後、その心中を聞いてやるつもりだった。就在吉连以为一切尘埃落定之时，远处的废墟中一股恐怖气息猛然苏醒。还没等吉连反应过来，一道紫色能量狠狠撞在他身上。吉连痛苦地发出惨叫，而浓烟中开启了双极翼的贝吉特站在原地。ジレン、さっきの別れの言葉、まず泣きそうになったぜ。吉连人都傻了，不可能！我明明亲手打中你了。贝吉特指了指刚才被砸出的深坑，你果然跟那帮神明混久了，眼神都不好了。吉连顺着手指看去，地上赫然是被砸得惨不忍睹的托破。贝吉特狂妄大笑：“老子的境界早甩你108000里了！刚才你出拳的瞬间，我一个瞬移把托破拽过来当了替死鬼。”この獣め、なぜ無実の者を殺す？贝吉特瞬间反应过来，马卡丽塔给吉连看的录像绝对是恶意剪辑版。贝吉特缓缓抬起左手，吉连绝望地闭上眼睛，准备等死。但贝吉特只是将手掌轻轻贴在了吉连的额头上。ジレン、肉親を失ったお前なら、俺の気持ちがわかるはずだ。一瞬间，被封印的10年记忆如海啸般涌入吉连的脑海。从被众神冤枉，到众神联手摧毁地球，再到那长达10年惨绝人寰的折磨与囚禁，接收完真相的吉连猛地睁开眼，眼神中充满了震撼与悲愤。他终于明白了贝吉特背后的血泪与不公。贝吉特笑问：“これで真実が分かった。どちらにつく？”吉连沉默良久，突然朝贝吉特伸出手：“我不信任何人，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贝吉特掏出时光戒指，算你走运，我用天使法杖和戒指碎片修复了几枚时光剑。逃げようなんて考えるな。俺は神を追い詰めるプロだ。吉连戴上戒指，毫不犹豫地踏入了时空裂缝。吉连看到了让他信仰彻底崩塌的一幕，屠杀自己全族和师傅的真凶正是魏美德。而更让他绝望的是，满嘴正义的托破早就发现了魏美德的暴行，但为了维持宇宙平衡和所谓的大局正义，托破选择了隐瞒，继续用正义的名义给吉连洗脑。视角拉回现在，被砸得半死的托破艰难地爬起来，嘴里还在骂骂咧咧。话音刚落，时空传送门开启，吉连迈步走出，径直走到托破面前。トッポ、ワミーズが俺の一族を皆殺しにしたこと、お前はずっと知っていたな。托破老脸瞬间惨白，冷汗狂冒，结结巴巴的想要狡辩。吉连一声怒吼响彻天地，还没等托破喊出求饶，就在破坏神力中彻底化为虚无。一旁的贝吉特都看傻了，吉连，你抢我人头！吉连闭上双眼，眼角划过一丝释然的泪水。師匠、やっと仇を討った。